江南造船厂遭无人机偷拍，震撼视角展开，感受003航母究竟有多大？为何说003航母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江南造船厂003航母建造接近尾声，过去船坞中的工棚已经无法遮盖航母舰体，也因此近段时间关于003航母的卫星照多了起来。我们从卫星拍摄的时间线上大体可以判断，003航母在6月底的时候证实舰岛已经安装，7月份航母主要在内部进行施工，而到了8月份，最新照片显示003航母正在安装电磁弹射器。不过以往的照片都是通过卫星拍摄的，基本聚焦在003航母本身，但最近网络上却流传出无人机视角拉远拍摄003航母的场景，引起关注。而在无人机视角下，我们也能感受到003航母最震撼的一面。在视频中，中国可以俯瞰到江南造船厂的宏伟。江南造船厂前身是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2008年从黄浦江搬到长兴岛。江南造船厂也是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亚洲综合实力最强的造船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003航母的周边同时还有几艘巨轮在施工，由此也能见证中国造船业有多发达。视频时长仅20多秒，有人认为这是有人用无人机进行偷拍的，不过也有人认为最为军事机密重地，看守人员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是内部工作人员或者官方有意为之，以此来向外界透露003航母的消息。毕竟现在卫星很容易捕捉003航母，遮遮掩掩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比此前的卫星图聚焦在003航母，这次很难得的以视频角度呈现003航母究竟有多大。根据外界猜测数据，003航母长326米，宽82米，吨位保底8万吨，可能接近10万吨。也就是说，003航母相当于3个足球场的长度，如果将其竖起来的话，差不多相当于埃菲尔铁塔的高度。003航母是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唯一一艘排水量超过8万吨的重型航母。当年苏联建造乌里扬诺夫斯克航母时，本可以达到这一成就，但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已经建到一半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遭到拆除。关于003航母，目前最多的讨论莫过于这是一艘具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这对于中国航母发展来说具备划时代意义。目前拥有的航母国家中，大部分还在用滑跃起飞，只有美国与法国航母用到了弹射器。相比于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各方面要强得多。除了003航母，也仅美国福特号航母安装了这个设备，可见003航母已经冲到了全球第2档。我们可以看到，如今003航母甲板建造已经基本完成，但动力舱还未封上。此前，美国网站预测003航母可能将于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下水。根据台湾国防部近日提交的一份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力的年度报告，指出003航母将会在2025年具备战斗力，届时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将大大提高。目前，解放军拥有辽宁号与山东号2艘航母，加强了解放军在近海一定的优势。待到003航母服役，解放军将具备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及反介入能力的完备优势。从外界的评价来看，003航母的服役将能改变亚太局势。有分析认为，待到003航母入役后，美国就必须要增派至少2个航母战斗群来亚太。但是美国虽然有多达11艘航母，即使额外抽出1艘航母都会压力倍增。美国打造11艘航母战斗群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全球战略，言外之意，美国认为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与美国利益相违背的冲突，美国军事力量必须能在第一时间介入全球任意地区，而这个力量便是航母。一般情况下，美国航母一半部署在各大洋，另一半在军港进行维护，本身富余的资源并不多。去年疫情在美军内部大爆发的时候，美军多艘航母中招，一度陷入太平洋无航母可用的尴尬境地。并且随着类似003航母这样的装备问世，中国正在迫使美国人悄悄改变战略。今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美军需要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集中力量在亚太对付中国。至于美军为何要做这样的决定，很多分析认为美军在阿富汗消耗太大，难以维持。
但分析美军的行为，只从区域层面分析恐怕是片面的。总体而言，美军在中东维持着治安战的形势。虽说战争泥潭无情吞噬着美国人的税金，但美军依旧还算是中东的局势掌控者。中东局势的确正在拖累美军后腿，让美军分心。但美军如此坚决撤离，恐怕另有隐情。此前，澳大利亚国防咨询公司的军事专家塞耶尔表示，美国正在加大力度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西太平洋的亚太区域。近年来，美军时常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穿梭于中国周边，都是为了响应重返亚太的号召，且行动愈加频繁。如今，美军一方面忙着从阿富汗抽身，另一方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干预，不正说明美国正在全身心投入亚太战略中来吗？实际上，美军做出这个决定是早晚的事，但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做出选择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军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失去了在西太平洋的首要地位，正在沦为一支正在萎缩的力量。虽说美国的军事实力依旧独步全球，美军的核动力航母依然能挑动任何一个国家的神经，但不得不承认，如今的美军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统治力。二战后，美军在西太平洋联合一堆盟友，搞出了所谓的第一岛链，妄图用封锁来控制一切。冷战结束，美国最终战胜苏联，自此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恐怕那个时候的美国并没有想到，这却是美军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也没有想到，在30年后，美军在亚太地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冷战的胜利一度让美军麻痹，从那时开始，美军的军舰数量大幅度削减，自以为再无敌手的美国人睥睨一切，却让自己陷入了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势。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已到30年的关口，新兴大国的崛起开始挑战美国的旧秩序，似乎就要重回大国竞争的时代。而美军在中东维持的治安战，很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形势。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割舍了。美军打算从阿富汗撤离，集中力量应对亚太挑战。实际上也说明了，如今的美军对于掌控全球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再说中国这一边，中国已经确定了经济发展走向，也就是推行“一带一路”政策。这意味着中国海军需要走出近海，护航中国的商船队与航道，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海军造舰数量猛增的重要原因。相比于中国能建造003航母，更让美国担忧的是，中国已经有2座大型造船厂具备建造航母的能力了。一旦功率全开，谁也无法预料中国会在短时间内下水几艘003航母。可美国人又拿中国完全没办法，只能靠赌，又能赌多久？